因为这一次的球场的事件呢，刚刚永平姐特别提到说呢，他们真的是好大喜功啊！怎么会这么说呢？你看到这个球场改建预算从3.5亿一路加到了12亿去，你看到这张照片，哇，一字排开，真的都是重量级人物，特地请来了蔡总统来出席了开幕战，就是要让全国媒体通通来帮忙报道。好说呢，沈慧虹好就是这个背后改建的最大推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呢，这个他要拼从副手来选正职嘛。好，所以要来选桃园市长这一战呢，蔡英文是希望说借由这个球场的改建的成功，好可以帮他一把。殊不知呢，现在发现了这么多的重大瑕疵，这才让呢沈慧虹半夜的时候脸书赶快发文。好，这也哀轰什么呢？哀轰说呢，虽然他说一定会跟球团一起合作改善缺失，但根本就是大街上宣传。小巷弄里面来回应啦，好这样子的一个论文门，然后呢再加上这样子的风暴，对于林智坚他的选情会有影响，会不会回过头来冲击到了新竹这边的选情，势必是会有影响的。哦，这也让呢这个高虹安呢就直接来喊话说呢，非常霸气的来喊话说，好啦，有什么缺失呢，交给我来改善。所以呢，这也让很多人来预判说呢，对于整个的选情哦，一定会有直接的影响。好，我们就来看到呢。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他怎么说呢？他说林智坚这下真的是害惨了沈慧虹了啦！选举第一拖就来道歉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开始。高虹安呢一定要努力去追这个案子。好，原先是论文门，好追着林智坚，现在呢直接这个新竹的球场问题，好当然是要死咬着，而且呢这沈慧虹本来想要居这个功，好这下呢反而是本来是利器变武器了。高虹安呢去追这个案子呢，不能包庇新竹市政府。好，他还说呢，高虹安如果去借由这件事情打沈慧虹呢，肯定是会当选的啦。好。给出评论呢，不只是吴子嘉董事长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批评啦，像是洪孟凯呢，他就特别提到了落跑的桃园的人要怎么去扛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地议员也有点出来，他说呢，林智坚砸钱想要包装形象，藉由这件事情增加了媒体的曝光度之后呢，反而这个个人的造神运动，现在让这整个的球场风波，对于沈慧虹来说是一个从政以来的最大风暴。好，所以你看到这整件事情本来是对于形象的要加分，这下呢反而是一个回力镖转了一圈，回过头来砸到自己。这下砸到的不只是林智坚他自己的选情，从论文门大家就已经推估说有可能会外扩出来，这下呢连沈慧虹都一起被拉下水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要继续的来请教永平姐，关于说这整个的球场风暴是不是会持续的越演越烈。好，感谢线上网友持续的耐心等候，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永平姐，我们要持续的跟您来请教。刚刚提到这一次这个新竹球场的事件真的是像是一个回力镖，重重打在民进党自己身上。依照您对于民进党的了解，接下来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像外界推估的，直接就是换一个人选？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虎视眈眈了嘛，还是说其实会依照着像蔡英文以目前来说是持续的力挺力捧，就是不管怎么样，通通都以选举抹黑这4个字来作为回应，而且真的是蛮无力的啦。但是呢，好像真的有些选民是吃这一套的不知道永平姐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一次球场事件要用选举抹黑4个字来轻轻带过呢，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跟论文门的问题不一样。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的法律又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有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参选县市长，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只要会做事就好啦，我们管他那个有没有硕士学位，对不对？所以很多选民会觉得事不关己，尤其是能够读到硕博士的人，在选民的人口结构里面呢，是金字塔的顶端，少数的人。可是球场不一样。球场一方面它那个庞然大物在那边，而且呢你盖好了，花了那么多的球场呢，本来民众是非常的兴奋的，就像上一阶段主持人你自己也谈过，旁边的摊商、旁边的店家，各种人都希望说，哇，我可以由这个球场带动经济，可以拉我们生活一把。结果呢，却由于球场本身被大家嫌弃现在球员你要真的让他再回到新竹的球场去打球，球员的内心也会有所阴影。
所以这个过程跟球团的协商呢，一定会变成一个很冗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议题就会一直的被翻搅。而且我觉得蔡英文哦，真的不得不让人家觉得说有现世报的感觉。因为你当初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力挺你的小英男孩林智坚，而且你对林智坚言听计从到，不止呢在论文门上面对他护航，然后一定要把他推往桃园。更重要的是，让民进党的内部人士非常不高兴的是，你连新竹市的人选呢，蔡英文都让林智坚指定接班人。大家想想看，新竹市的球场争议，如果不是林智坚这个一意孤行要指定他的副市长沈慧虹的话，这个情况会很惨吗？就算民进党任何一个，不管他在地的这个议员啊，或者其他的民意代表，或者前任担任过什么样的公职的人呢？民进党如果在当地提名一个非林智坚市政府的人，也不是林智坚指定的接班人的话，其实他也可以从球场的这个问题脱身，因为民进党在新竹市也是有基本盘的。可是他现在弄的沈慧虹，而且沈慧虹呢是林智坚2任都跟着他一直做副市长的，不管他如何撇清，他是不是真正的这个球场案的整个的负责人，他现在无论如何他没有办法切割，他就要承担。那像有些人分析说啊，这个是沈慧虹从政以来最大的风暴，他没有从政啊，沈慧虹没有从政经历啊。作为一个被找去小内阁担任副市长的，这个不叫做从政，因为他没有选举过，他没有被考验过，他没有真正经历过选举的所有的过程，大家搞不清楚他的背景，不晓得他的风格。那你在通通都还没有经历考验的时候，你身上就背着一个12亿可能是被弊案的球场到大包袱。请问你这个选举的路好走吗？那现在大家会看高虹安跟他，因为2个女人的战争呢，总是蛮好看的，特别是这2位女性呢，基本上的语言表达能力口才都非常的辩解。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哦，新竹这次的选举呢，不是2女相争的格局，是跟台北市非常相像的撒卡都的格局。因为国民党提了一个非常在当地很资深，而且是整个全部党团通通支持的议员，因为当时候国民党这个新竹市长候选人林耕仁的出现，是经过整个国民党团的议会的假投票，再加上他们又自己去做了民调的第1名，才请林耕仁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林耕仁在新竹最起码的，他可以护住国民党的基本盘。那你撒卡都的情况下，你只要稳稳的掌握30%到35%的基本盘，你就一定可以力争。那现在的情况是，高虹安有网络声势，沈慧虹如果民进党全力支持他呢，沈慧虹有民进党的基层组织在。可是现在高虹安跟沈慧虹力打的情况下面呢，就要看民进党的基层选票会不会信心溃散，会不会崩盘。他只有崩盘，大量的流向高虹安呢，高虹安才能够脱颖而出。而这个时候对国民党来讲，因为国民党的议员其实才是真正的一直在打这个新竹弊案的一群人。大家看到这几天不断丢出来的标案的记录啦，包含是哪些工程单位等等等等的，这个其实都是国民党的党团呢，他们在过去长期执政呢，拿到市政府的资料，现在一步一步丢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局呢，目前来讲对于沈慧虹是非常的不利。那至于说在撒卡都的角色最后鹿死谁手呢，真的是有待观察。那么沈慧虹的
目前背负的这样的一个沉重的压力，会不会导致民进党在真正登记前阵前换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部分。但是林智坚自己呢，在桃园的部分，我觉得就非常的不妙，因为第一个桃园刚刚升格为直辖市，并没有很久。虽然说郑文灿做的对桃园市民来讲呢，也觉得他的表现不错，但是林智坚要去呢，要承担整个桃园市还在一个建设起飞期的这个承担。那林智坚面对的又是当时候政绩也被全国人民高度肯定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那么张善政是一个货真价实、有才有料的博士，他只要打出一个口号说我是真博士，面对你这个假硕士，那两个人一样是空降桃园，桃园的人一样对张善政也好，或者是林智坚也好，都有一个需要认识跟信任跟能够交付这个城市给他们的过程。那么在现在林智坚除了出现论文门，又出现了新竹球场弊案，加上我给大家预测呢，接下来他市政的好几个缺失漏洞弊案，特别是跟工程采购有关的事情，可能还会一一爆发连环爆的情况下，请问林智坚在桃园的选情会好吗？那如果林智坚的桃园选情撑不起来，那蔡英文会临阵换将吗？我认为以蔡英文的个性，还有他个人的利益，还有他在论文上面他自己也有论文的丑闻的情况下，林智坚呢是他绝对要护住不能倒的一张骨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进党死咬着林智坚的话，那吴子嘉就预测说可能会拖垮民进党的选情呢，这个可能性也变成确实存在了。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如果不够用的话呢，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